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寡头是一个充满了俄罗斯时代色彩的词语。寡头群体中的人，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并且拥有着只手遮天的权利。他们与现在的俄罗斯和早前的苏联时期当中的各位政要，乃至最高领导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手中的产业涉及货币、石油、电力、铁路、煤矿等，是支撑俄罗斯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的基础。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讲讲俄罗斯的寡头政治。本期节目呢会分为上下两期，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接下来节目更新的提醒了。那么在正文开始之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寡头这个词语的来历。寡头一词呢，源自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一本名叫《政治学》的书当中，首次提出了6种政体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寡头制也是贵族制的一种变体。两种体制的统治权呢，都是由某个阶级中的少数人所拥有的。但是，贵族制的统治政策制定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然而寡头制则是以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寡头政治常常是由强大的有影响力的家族所控制，这些家庭的孩子也常常都会被培养成为下一代寡头政治力量的接班人。然而与贵族制不同的是，寡头政治中真正的统治阶级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展示的。那么为了实行统治，这些潜藏在背后的真正的控制者，一般都会通过经济手段对在外的名义上的执政者施加控制。讲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因为寡头政治而出名的国家了，也就是我们强大的邻国俄罗斯。一提到俄罗斯呢，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在电视电影中常常会出现的富可敌国的身价、富丽堂皇的庄园、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和充满了大胆和野性的处事特点。这些也恰恰就是俄罗斯寡头们的形象特点。寡头们的存在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和货币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普京在执政之初就亮了手腕，表示要彻底消灭俄罗斯的寡头，但过了将近20年后，寡头却仍旧存在。虽然说旧的7大寡头确实在普京的各种制裁手段下已经烟消云散了，然而新的寡头们却也在悄悄地浮出水面。那么寡头们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呢？他们又是怎么在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原始的资金积累而发家致富的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些俄罗斯寡头们的出现和灭亡。俄罗斯的寡头群体是在苏联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大背景下，通过一些地下灰色手段来发家致富的。这些人的诞生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上世纪70年代时，苏联开始步入了衰退期，经济的发展慢慢出现了停滞现象。当时由时任苏联最高国家元首的斯大林所创造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下，一切国民的生产活动都要听从上级的指挥，致使下级企业丧失了生产动力和主动性。紧接着，由于各方面的生产力迅速下降，苏联社会中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经济体制也濒临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呢，企业的上级控制人开始不断地下达不切实际的高额生产指标，致使企业对上级的命令产生大量的抵抗情绪，并开始搞一些小动作来中饱私囊。当时呢，很多的企业会利用苏联政府提供的一些原材料来接一些私活，偷偷地生产一些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来为自己和工厂的工人们谋取利益。一部分的寡头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并且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多年。到了80年代中后期时，苏联经济进一步恶化，
国家物资的配给也出现了混乱。很多工厂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的原材料来支撑生产活动达成指标，便开始在市场上自行寻找供应渠道，有时也会不得不向黑市采购材料。这时呢，一些人就发现了商机了，他们凭借着自己独有的人脉关系，开始了频繁的黑市交易活动，利用同一商品在不同地方的巨大差价来谋取暴利。在意识到了这样的交易行为背后潜藏的巨大利益后，当时苏联政府当中的一些官员也开始尝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谋取利益。紧接着，大量的军火、汽车和奢侈品的走私活动开始出现，也给这些官员带来了巨额财富。这些苏联政权内的高级官员有很多也成为了之后寡头群体中的中坚力量。然而，除了这些投机者和权力拥有者以外，也有一部分的寡头是真的白手起家，做正经合法生意，而最后崛起的。1988年时，苏联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法，规定凡是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业都允许合作社的加入，同时允许合作社改为私营企业，并允许以合作社的形式组建金融或信用企业。此后呢，大量的私人银行和信用机构开始涌入苏联的大街小巷，第一批苏联银行业寡头也开始崛起了。自此呢，苏联的寡头群体开始初见雏形。咱们刚提到的三类寡头，投机者、政府官员和银行业者，也开始逐步地介入了国家经济机器。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苏联就解体了。脱离苏联后新成立的俄罗斯政府决定继续采用之前的宽松金融政策。过了没多久，时任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的叶利钦对俄罗斯当时的经济复苏速度仍旧感到不满意，便开始应用一种名为休克疗法的激进经济刺激政策，来对大量的国有企业制度进行改革，借此希望加速俄罗斯的经济复苏速度，尽快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质上来讲呢，俄罗斯在当时的经济大环境下选择采用休克疗法这一激进的经济刺激手段，其实是合理的。早前在80年代时，休克疗法刚刚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时，玻利维亚政府呢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本国应用了这种新型的经济刺激政策，随后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然而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样的经济政策改革虽然合理，但它并不合情。由于新成立的俄罗斯政府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采用了休克疗法后，俄罗斯国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卢布也开始出现了巨幅贬值，大量的俄罗斯国民攒了一辈子的积蓄瞬间化为了乌有。一时间呢，充满抵触情绪、怨声载道的俄罗斯人民涌上了街头，抗议和暴力示威活动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快点结束这种状况呢，尽快实现资本主义化改革，1992年时，叶利钦政府的智囊团出了一个方案，决定立即把全国各个行业中的国有资产以支票和凭单的形式分割，总共分割了1.48亿份，被称为私有化支票。当时每张凭单的面值高达1万卢布，而俄罗斯人民只需要花25卢布就可以去到当地的一些指定银行兑换某些公司的个人股权，存进银行或者直接卖掉。这样的方案乍听起来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叶利钦在1992年8月19日发布此方案时，也激动地说道：“股份是对资产真正拥有的权利，是我们大家通向自由经济的入场券。”然而，对于才从动荡的苏联社会逃离出来没多久的广大人民来说，一张象征着所谓股权和未来经济自由的 A4 纸，相比于能够随时随地换取到真实的食物和衣服的钱，很明显还是实打实的钱能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更大的安全感。这样的私有化支票并没有获得叶利钦政府预期中的销量。然而在此时，有少数的俄罗斯人却看到了商机，从银行和亲朋好友手中借款来大量收购市面上的私有化凭单，随后集中起来这些凭单，
兑换某一些高质量、高发展潜力的企业的股权，以此来获得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就这样，叶利钦政府推行的这一私有化支票改革，成功地造就了几位富可敌国的俄罗斯寡头。他们手中的产业很快就遍布了石油、冶金、建筑、交通、运输、食品等行业，也因此很快的就掌握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自此，俄罗斯的7大寡头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俄罗斯的经济乃至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了，由于篇幅限制，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这期节目中，咱们详细的了解了寡头是什么，以及俄罗斯的寡头们是如何发家的。喜欢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下期节目中，咱们会接着来讲这些寡头们又是如何相继消亡的。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